日本核污水入海1年多了，如今第8轮排放也早就结束，距离他们预期排完还有30多年。要知道，核废水与核污水可不同，后者危险性相当高。这东西排进海里这么久，不仅是近海国家，到时候全世界一起跟着完蛋。那日本是不知道核污水排海损人不利己吗？那当然不是，正是因为他们太知道，才非得排海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是个弧形岛国，国土面积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3亿人。为啥说日本把核污水排进海里很缺德？其实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核污水和核废水的区别。说简单点呢，就是核废水是经过核燃料的冷却水，两者没有直接接触，可能会带点污染，但只要处理得当，危害不算大。但核污水不一样，它是直接接触了核燃料，就算经过处理，有很多放射性物质，就算过了几千年也没法彻底清除。这种水就问你敢喝吗？而且这东西吧，还不只有一点，加起来上百吨。日本自己预计排30年，别说30年了，只要10年的时间，全世界的水域都得多少带点核污染。日本是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已经处理好了，大家可以放心喝，还拉出了个倒霉蛋做示范。但你看那个倒霉蛋抖着手强撑着在那喝，事后更是直接拉去医院做检查。显然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水真的能喝。现在这种危险都拉满的东西，日本冒着天下这大不韪，硬是要把核污水全排到海里去。日本为啥有核污水？因为311大地震加海啸，直接把福岛核电站给整泄漏了，这是根本原因。但要说日本自己没有责任，那肯定是假的。说实话，核电站泄漏的事故呢，放眼全世界也不是一两起了。切尔诺贝利事件都知道吧？不仅造成巨大损失，更是把一座城弄成了只有几百人的空城。明知道泄漏的危害大，而且日本本身呢就是个多地震多海啸的国家，在建核电站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安全问题。但日本有性格啊，偏不，防波堤建的只有5米，小地震还好，一旦超过7级以上，就像311大地震，海啸高达15米，这怎么防？前面防范措施不到位，后面事故发生了，救援措施也相当拉胯。因为海水倒灌，核电站的电力缺失，但核反应堆呢又需要电力来维持供水降温，不然呢核反应堆就有可能爆炸。结果呢，日本一点补充电力的应急预案都没有，为啥？因为不想花钱。当时有工作人员提议，干脆直接用海水降温，但方案没通过，为啥？还是不想花钱。核反应堆价值几十亿美元，要是用海水降温，那核反应堆呢就得报废。他们不舍得，结果呢就是蘑菇云又一次在日本绽放。之后几十年，核污水源源不断的产出，直到最近几年，因为太多了实在是装不下，日本就打算弄个解决办法出了。按他们的计划呢，其实就是有5种解决方法的，排污入海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还是危害最大、范围最广的一种。问题是他们不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，其中固化填埋是里面最安全的一种，不仅对他人对自己同样也是。但日本就是要把核污水排进海里，为啥？因为便宜，排污入海只要30几亿日币，折合人民币不到15亿。但最安全的固化填埋，把技术设备等算上，最低也要几百亿日元。日本说家里穷，实在没办法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但事实真是如此吗？为了能顺利的排污入海，日本可以说是费尽心思，先是捐了几百万欧给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员，之后又是拿出800亿日元给渔业补贴后面更是花了300亿日元，在全世界公关混淆核污水和核废水的区别，消除其他国家对日本排污入海的负面影响。就算排污入海便宜，但这些公关费全加起来早就够达标固化填埋的项目资金了，还敢说是为了便宜？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，又不便宜，还容易遭到全世界反对，那日本为啥就是要排污入海呢？第一，日本是世界第一个没有核武器但有核经验的国家，过去没办法，但现在逮住一个机会，日本当然想全世界也尝尝核味道。这第二嘛，就是为了赚钱。核污水泄露呢，但凡聪明点的就知道，那地儿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吃了。不少国家甚至日本自己有的地方呢，都禁止引进福岛等地的食品，给日本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好，既然你说我的东西不安全，那把核污水往海里一倒，谁还敢说自己安全？说白了就是同归于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一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